我的个山呀！有啥话你就说。就是。哎，那个啥，姐，我找姐夫有点事情，你先出去。哎，啥话不能跟姐说的啊？是。这是我的屋娘，我去哪儿呀？姐夫，哎，是男人的话，把你媳妇管一下。追！老爷们说话，老娘们跟着掺和什么？小玉啊，你先出去，一会儿我给你捏腰捶腿，外带足底按摩，我求求你了，玉。那你长话短说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消失！姐夫，那个无双和你熟不熟？哟，香得很，放了桂花了吧？不是桂花，是栀子花。哎，我用白醋酿过，闻着像桂花，但是没有桂花那么涩口。你脑子是啥做的呀？他啥都知道呢。知道这有什么用啊？真正有用的，我两眼一摸黑。有用的，具体指啥嘛？我还是包我的汤圆吧。我觉得呀，你要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，那就干脆。你不是要包汤圆吗？掌柜的。不急，听我慢慢跟你说啊。那个，我这个是……你能不能不这个那个的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无双？喜欢，那就追呀，大哥。啊，小舅子，那姐夫，那你得帮我呀。这种事儿别人没法帮，越帮越忙。你把银子还俺来，这个什么银子呀？我先前给你的250两银子忘了？等会儿，不200两吗？怎么扭脸就250两了？200两是本钱，50两是利息。这还，来，这熊孩子，你给我坐好了。听姐夫给你慢慢道来。石头是在糖水里泡大的，无双是在苦水里泡大的。他看着老成，但心理年龄还停留在7至8岁。他看着年轻，但实际年龄至少比你大2、3岁。就我的了解，在几年之内，他应该不太会变。据我的分析，他再熬几年就不太好嫁了。我建议，在你彻底爱上他之前，应该再好好的观察一下。我认为，在他全面投降之前，应该再狠狠地表现。你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了。咱必须得把表面功夫做足做透。感情毕竟是一辈子的事，感觉毕竟是一瞬间的事儿，所以绝对不能轻举妄动。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！具体怎么选择，还得看你自己。甭管怎么表现，全听我的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要预祝你得到幸福。只要我在，没人能逃出咱的手下。不是，这招能管用吗？不求管用，只要让他知道咱石头是条汉子，这就够了。来，赶紧。2997、2998、2999，坚持3000。哇塞，石头，你果然是条汉子呀！无双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哎呀，不行了，老了，我以前随便一做就是好几万。过了，悠着点吹啊！你一下子做那么多俯卧撑，哎，你不累啊？哎呀，我习惯了。其实吧，我也不想做那么多。你看，2头肌不答应。就你那细胳膊细腿的，哪来的2头肌？哎呀，结果一口气做了3000个俯卧撑。3000个不错嘛，啥时候起床的呀？刚起的，也就比你早起个10分钟。10分钟，一个俯卧撑就算你1秒，1分钟60个，那3000个需要多久？1秒钟6个3000个。哎，谁有算盘呢？不用算了，一共需要50分钟。姐夫，石头做得快，10分钟做3000，换算下来1秒钟做5个呗。也不行了，年轻的时候，哎呀，1秒钟就做7、80。70-80个啊，不行了，我姐夫。别问我，年轻时我不认识。这败家伙！你这叫好银子，对，两本带利。有这事儿，1秒钟做7、80，这小子年轻时候，那为啥做7、80呢？为啥呢？
怎么就做70-80了呢？因为他经常服用白驼山牌壮骨粉。无双，小郭上。俗话说得好，人在江湖飘啊，谁人不挨刀啊？白驼山壮骨粉，挨了刀服一包，包你想挨第二刀；闪了腰服一包，活到200不显老。白驼山壮骨粉，北宋欧阳锋独家秘方，内用外服均有奇效。本镇各大药房均有销售，购买时请认准黑蛤蟆防伪标志。呱呱！白驼山壮骨粉，新春的粉，友谊的粉，看着很像面粉，吃着更像面粉。我赶紧走，一见国内就笑话儿的。哎呀，他是我姐还是他姐？这啥人嘛？这是。吃一堑长一智啊！下回再不敢胡吹了。我也不想胡吹嘛。哎，你看他那眼神儿，姐夫，有空啊，你得管管我姐了，管不住就打，打不听就吹，再不听一板砖上去，还烦了他了。这好呀！行了，石头，来试试。来，哎，呀，哎呀，大嘴哥，这啥东西这么老沉的？咋耍得开嘛？年轻人你就是嫩呢，啊看着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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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哎呀，我的神呀！姐夫，这得是传说中的李元霸啊！我呀，我李元霸他爹，你接着。这么轻的？关键呢，就在石头底这环儿这儿。哦，我的地底下埋了个钩，你只要把这环往钩上这么一勾，你使多大劲儿你也拿不起来。那你拿的时候呢，把这钩一摘，那你不就可劲儿耍？哎呀，大嘴哥，这都是你姐夫出的主意啊！哎呀，姐夫，哎呀，这辈子娶了我姐呀，委屈你。可不敢胡说啊！这样，石头赶紧操练起来，姐夫给你叫人去啊！不是，真走啊！拿着，同寿侠赏的，省着点花。哎，998，999，一千，快放下！我这孩子别闪着腰。哎呀，没事，闪不着，才100来斤，在家我都练800斤的。这是，当年吕元霸没遇见你，那是他命好啊。嘿，姐夫，李元霸就算了，我的目标小悟空。有志气。哦，这位想必就是传说中的超级赛亚小能人吧？姐夫，这没你事儿，回屋待着去。不急，这石锁借我玩一下嘛。来，省来，那啥，我给你挪挪，别到时候闪着你腰啊！对，挪。好了。这一套蒙笑话还可以，蒙我。蒙我。蒙你咋的了？你往起拎呢？你没练过功，别伤着身子啊！就是嘛，要不你来试一下。我好久没练功了。哎呀，来嘛，就当玩嘛，试一下。来。那我要是练不起来，你们不许笑我的。不笑。哎呀，不行，实在太沉了。再试一下。不是了，再试一下，不是了。看我的。哎呀 ，1 2 3 go！ 好，这家伙。掌柜的，你怎么力气这么大了？你也行的。李大嘴，你咋能干这事儿呢？啊？我什么我？做人图啥呀？不就图个心安理得吗？啊？还不认罪？
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罪，我不该贪俩小钱儿。给我打住啊！这次就这样了，下不为例。下次再让我看你搞这一套的，童少侠手下不留情，我更不留情。石头，赶紧走。那啥，那个想吃点还是我给你做去啊。站住！这就想走呀？白忙活了，啥事儿？哎呀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你姐就这样啊。还不是我姐。哎呀，姐夫，我要是你，就上去踹他一脚，就扇他一个耳光，啥人嘛这是？野蛮。哼。行了，石头别转悠了，我头晕。前2次呢，是因为咱没准备好，下一次你就自己出马吧。行，银子还我，来，200两银票，你数数。不用数，差50两。我给你偷去。姐夫，你得是不相信我了。不是石头，我总觉得吧，追女孩这事儿还得你自己出马，别人帮忙，即使追到手也没啥意思。姐夫，你得帮帮我，要不下辈子我还给你当小舅子。小舅子，你放过姐夫吧，下辈子我给你当小舅子。真的，帮帮他们，他是你小舅子呢。就是嘛。小舅子怎么了？一直把你当条汉子，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呀？嗯，别说那没头没脑的啊！我不是汉子，你是汉子。我也不是。什么叫真汉子？真汉子就应该像书里说的一样，啊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目空一切是不拘小节。除了目空一切之外，还有声调，高八度说话。喝酒啃骨头，喝一口酒啃一口骨头，敞开胸襟，咚咚咚一碗碗喝，真的汉子。哈哈，我知道了。他知道啥了？我也不知道知道啥了，你接着说。其实那都是表面现象，真的汉子内在啊要光明磊落，不拖泥带水。咱俩还差得很远，与君共勉吧啊！坐这儿啊。好了，都不要忙了，吃饭吧。哎，小贝呢？为没回来呢，可能让先生又留堂了，用不用等他吃啊？不用了，给他留点饭菜出来吧。咱们先吃，给石头盛饭。哎妈，我今天不吃饭了，给我来10坛酒，上。你是不是已经喝过酒了？没有，咋了？每坛2斤半，10坛就是25斤。这算啥呢？在家我一个人喝50、60斤呢。哎，不过最近状态不行了，喝不了那么多了。能喝多少算多少，给他上酒，要最烈的那种烧刀子。哎，妈，今天不光喝酒，我还吃酱牛肉，来10斤，不许切，直接上。不是，今儿没酱牛肉。那骨头总有吧？大骨头棒子总有吧？上。来，给撒家倒酒。酒还一口没喝呢，就剩撒家了。废话少说。哎，你那酒慢点倒啊，倒洒了真成洒家了。李太白在世不过就是这个酒量，好酒量。要么怎么说是龙门镖局的少东家呢？啊，一般人哪有这气派？是不是？啥叫家传？啥叫传统啊？哎呀，这可不是俺家的传统啊！再来，红石头，你有完没完了？给撒家倒酒。不用倒了，捧着坛子一口气喝完，那多爷们儿呀！姐，那一坛的2斤半呀？你不是一口气能喝50、60斤的吗？姐夫，吃着喝着啊，别看热闹。能喝就喝，不能喝就认个怂。反正有人看着你。说啥？我怂？我同事都怂过吗？啊？我怂过吗？我怂过吗？
松，松，看呢。咋样？好酒量，再来。还来呀？你才喝了2坛子，这还有8坛子。你今天喝不完就不要想离开这桌子。佟湘玉，你还是不是我姐？终于翻脸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该踹我一脚，再打我一个耳光了？姐夫，石头，这是你姐严刑逼供的。无双，这就是俺弟，感觉如何呀？这几天他的所作所为你都看在眼里了吧？对他怎么选择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那什么，不能怪石头，基本上主意都是我出的。对对对，都是他们出的主意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不信你问他们。是我们都是吃饱了撑的，我们拿这涮着玩呢。少侠，我对你老失望了。这你是他逼着我干的。我逼的。这2天你说了那么多大话，干了那么多傻事儿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，反而还挺感动的，因为我心里清楚，你干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我。直到刚才。刚才咋了？平时一口一个姐夫叫着，一出事儿，人家小两口谈判的，有你啥事儿啊？但我是他姐，我不管他谁我。说。佟少侠，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最关键的就是敢担当，不是出了什么事就往别人身上推责任啊。那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，你还能不能给我机会？好的呀，但你要少喝酒，最好不要喝酒。你喝的酒身上的味道老难闻了，你晓得？来，你喝酒了，喝酒会多丢人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对石头来说是福是祸。对他是福，至少他知道什么叫男子汉了。但是对你，你啥意思啊？把石头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说完就完了。那你想怎么的？把这些冷骨头残酒全部解决掉，否则就不要想睡觉。哼。给洒家倒酒！我自己倒。哎呀，这女人啊，不温柔没关系，不体贴也无所谓，只要咱想喝酒的时候，她能给咱热一下，这辈子就值了。师兄，我先走了啊。走吧。那你多保重。保重。走，上哪儿去啊？我先走了，我还会回来看你的，有空啊。你自己多保重啊，拜拜。对不是？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我在这儿又没事干，给大家添麻烦嘛。谁说你没事干呢？这桌子，看这板凳，这地，这不都是事儿吗？这都是郭姑娘干的，我干了她干什么呀？那你帮大嘴做饭呢？啊？你觉得她会同意吗？
对，帮秀才算账啥的，啊？你觉得郭姑娘会同意吗？那你帮我跑堂，啊！我累了，给我递块毛巾；我渴了，你给我倒一杯热茶；我饿了，给你下碗面，外煎2个荷包蛋，还是单面硫磺，你用不着别人动手。听见了吧？总整这没头没脑的。无双要走了，走，你走哪儿去啊？江湖之大，处处都是家。掌柜的，保重啊！哎，站住！石头林左手特意嘱咐过我的，让我好好照顾你呀。哎呀，你们俩的心意无双心领了。可是有些人血里有风，天生就要注定漂泊的。告辞。无双，无双，你看这孩子。我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。咋回事呢？这是。快什么手？大清早的胡说啥呢？这个人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样子。根据我多年的生活经验，再加上我多年的读书体验，我认为这是一只狗吧？狗爸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狗。子曾经约过。绝不是狗，谁家狗长那么大个儿啊？对呀，还没耳朵，看上跟个起熊似的。不是，我在黄鹤楼时我见过熊掌啊，比他这爪子大多了。那你就不兴人家裹小脚？但不管是狗还是熊，反正这位爷啊，不是吃素的。那咱也不是吃素的，是吧？哎，门口那个，听着啊，看着没有这个啊？全铁的，拼铁就那么一把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要胆敢跟我来劲，我把你爪子剁下来当羊拿着，你信不信？啊！大嘴，那你去吧。要残了有花红，要死了算工伤，葬礼我全包了。那你去吧，掌柜的都让你去吧。去呀！睡着了，去就去，谁怕谁呀？怎么的啊？干嘛呢？大白天关嘛门呢？哎呀，小柳你可算来了，你去。哎呀，我的神呀！他可不是神啊，他叫123，是上边特批给我的巡犬，对吧？我说了是狗嘛，子曾经约过。没事，你别害怕。娄知县当时一看见他，吓坏了，你赶紧给我牵走。他说1、2、3，这狗噌就跑了，所以就叫他123。牵走。哎呀，不是说你啊。没事，这狗听话极了。来，123，来握手，手抬起来。哎，你看多听话。没事啊，就算你们客栈门口给你们客栈保我平安啊。啊！不是，小柳，怎么的？你不会一直带着他的？那还怎么着？现在捕快不好找，每月就1000银子，还不包吃住。有本事人不愿意来，没本事我还不要，还不如狗好使呢。给块骨头，让干嘛干嘛。六啊，那你干嘛呀？我管西街啊，他管东街。哦你们听好了，以后见了狗如同见了我。好，见了我，那还如同见了我。嗨，我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们先忙着吧，我得去巡街去了。有嘛事儿直接向123反映啊。啥反应？你给我反映一个看看吧。具体情况你们得慢慢琢磨。反正有一样，你们可别招他，咬着了我可不管啊。再者说，这是上边批给我的狗啊，你们可得关照点，出了问题拿你们试问。狗和人都一样，都是有七情六欲的，只要把握这一点，就没有搞不定的人和狗。掌柜的，到底你啥意思呀？啊？掌柜的，你不会是想使美狗计？正有此意。不会吧，大姐？你怎么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呀？公的，我仔细观察过了。啊，那好，那你知道他喜欢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黑的、白的呀？这个我还不
太清楚，你可以去打探一下过来。你去。哦，好了，就算咱这媒狗计成功了，回头他赖着不走怎么办？啊，一个他加上一个他媳妇儿，一高兴生一窝，生完一窝，哎呀一高兴又生一窝，生完这窝又生一窝，生完这窝又生一窝，没勾起暂缓啊！你们都有啥意见？快点说。我觉得吧，要想搞定一个人，或者狗啊，你都得先搞清楚他想要啥，他想要啥咱就给他啥，不就完了吗？你指狗它想要啥？骨头啊，是不是？只要咱心一到了，狗也知道谁跟他亲。也是哦。回头为熟了，把它往厨房那么一牵，厨房让它参观一下啊，然后再把它往后院一牵。后院帮咱看个家后个院的美丽很美丽。那行，掌柜的，我准备骨头去了，有多少算多少，让他一次腐败到家。你就瞧好吧。哎，掌柜的，你觉得这骨头是酱的好、卤的好，还是油炸的好？我自个儿看着办吧。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这哪儿吃啊？整个一吞呢。哎呀，没了，这真没了。你看，不是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啊？那明天我到时候给你。不是咋回事啊？这狗它都喂不熟呢，还啊？料没给到啊？咋没给到呢？这一盆都吃光了，你看这不怕撑着它呀？不用了，我看他是经久不吃，想吃罚酒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呀？啊？善堂，你干啥？别过来啊！我咬你啊！要吧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吃2个都行。明白了。哥头蛋子还不小，俺们这是老虎，百兽之王，不属你连你的猪也敢咬。你咋停了呀？嗓子受不了了，喝口茶解了。等等，咱老这么叫唤，他就是害怕也没有地方逃呀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把鞭子给他解开，咱再一吓唬，看他不逃。好办法，你去解去。去啊！我是女流之辈，手不能提，剑不能挑，我还不会武功。我不须黄蓉，我不会武功，我没有金哥哥和完美的爱情。我去，谁让我是你的金哥哥？我万一有3长2短的，你记得早点嫁人，早点生个娃。第一个娃一定要起我的名字，也不枉咱俩相好一场。香玉，我去了。香玉，我真的去了。香玉，你只会轻功吗？笔记的往房上一窜。轻功平时管用，我就怕这会儿我腿一软，他照着我腿就给我一口，我一转身照着我正面给我一口，我再一转身照着我屁股给我一口，我再一转身。口无主。够了，这个没用的东西啊！练这么多年武功到哪去了啊？掌柜，好兄弟，咱爹属你的胆子最大了。有我那还用说吗？救命都不在乎，更何况1、2、3户。不就是一只狗吗？它再饿能饿得过小锅啊？什么？夸你夸你！自曾经约过的。去！那我就换一个。潇潇溪水寒，壮士一己。我这次要没回来，算不算工伤？算，约费全包，而且约钱加2倍。林，请注意我的眼神，有没有杀气？等镜头了。杀气没看出来，看着有点傻眼。说啥呢？没杀气就对了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我待会儿出去就要用这种眼睛，默默的、柔柔的、静静的注视着他，这样他就能明白我没有敌意了。多看一会儿，他
他甚至还能对我撒个小娇什么的，到时候我就趁机腹背，一举拿下。嗨，请允许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狗狗呢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而比人就是那个人类。行，说的多好。所以说呢，我是没有敌意的。呀，别乱来！Good dog, good, sit. Well done. Hi, sweetie. 看还是秀才最厉害。那是，要不然能把小郭整得服服帖帖的。自曾经约过的。你约呀？人都不让你约完，那更何况一狗呢？你怎么不长记性呢？你说你。既然如此，就休怪我心狠手毒。小郭，你不要胡来啊！小六临走的时候交代过，1、2、3要是出啥事儿的话，就拿咱们试问。咱要是把他弄死了，他可以找咱们怪罪；咱要是没动手呢，他问谁去？你到底啥意思呀？我的意思就是以暴制暴，以牙还牙。就你那排小丫丫，这我也没说是我的牙，郝掌柜不是养了不少狗？哎，对呀，郝掌柜还养藏獒来着呢。我现在就去借一只，到时候后面偷袭，一通乱上那边望去，上那边。我就怕他不肯借呀。放心，咱跟老郝啥关系？小郭，这就去趟飞龙谷，传佟掌柜的话，要那种最狠、最恶、最没有人性的狗，最好牵上7、8只过来。我一只也没有问题，单挑咱也不害怕。没问题，请好了你。哎，往哪去啊？接狗，1、2、3在门口，你往那边走。哦，记住啊，一定要那种最凶、最狠、最没有人性的狗啊！哎呀，天哪，这家伙哎呀，郭芙蓉行啊，郭芙蓉。这家伙这就是你借来的狗，不错，这就是传说中最凶、最恶、最没有人性的。不是，郝掌柜说了，整个飞龙谷就属他最凶残，逮谁咬谁。不信你瞧，我瞧啥呀？我瞧啊！你瞧这牙嘛，哎对，牙咬上一口，2两肉就没有了。郭芙蓉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你就拿咱们人来说，个儿大的武功就一定高吗？那可不咋的。那当然也有例外哈。这只狗，在他们宠物界就相当于西方不败。怎么看出来的啊？别的不说，单看这眼神，别的土狗它能有这种杀气吗？好像确实挺凶残。挺凶残。看我干啥？看狗？看狗。岂止是凶啊，简直就是凶残之极，狠毒无比。被它咬上一口，那就是惨绝人寰，惨无人道。别白活了，是骡子是马，牵出去溜溜。自保自身最高，轰哈！那些平陽光處比天高，轟哈！安息吧，我的迷你小壮士，今晚就拿你的骨头煲汤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以此纪念这场惨烈的战役。你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，永远。这就是明知山有狗，偏向狗山行啊！这种以小博大、以卵击石的勇气，值得我们学习、再学习。甭废话了，赶紧拿银子吧。要银子干啥？把狗咬死不得赔钱呢？又不是我要死的。多少钱2两。
这出来有点出息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。如果我不嫁过来，我的夫君也不会死。如果我的夫君不死，我怎么会落入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？如果不……整整1天了，一笔生意没做成，还倒赔了2两银子。再这么下去啊，不要幸灾乐祸了。算命先生跟我说过，我属鸡，8字有情，千万不要招惹属狗的，否则就叫鸡犬不宁。那1、2、3也未必属狗吧？净说那废话，那狗不属狗还属猫啊？我上一边吃去啊！我是千多万多，生怕出事儿，结果还是被他给撞上了。这就是命呀！你错了，这不是命。我现在就找小六去，这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？小六也有苦衷，他要是人手够的话，何必用狗呢？哎，无双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当然我没说过。哎，你们要是那么讨厌那只狗，不如……啥玩意儿？你大点声啊！他说下毒，那是人朝廷的狗。我说的是吓唬，下毒是你自己说的。是我说的。大嘴，去给我弄几个大骨头来。哪还有大骨头？大骨头狗都吃光了。就给我弄点鸡爪子过来。鸡爪子我都吃光了。那就给我弄点鸭屁股过来。鸭屁股也吃光了。那就给我弄几个肉包子过来。不要再说你吃光了。他没有说他吃了吧？那赶紧给我过点耗子药，还不快去！掌柜的，我这还饿着呢。大嘴啊，只要你把包子奉献出来，你把龙屉一会儿吃了都行啊！快去吧，一切有掌柜的撑着呢啊！当然了，我也甭想往外摘，共患难。掌柜的，可千万别说这包子是我包的呀！拿来吧，你给我。给我开门。啥药啊？咋这么快呢？你们干的好事儿！我们啥也没干呢，没干1、2、3，怎么没了？没了！不能啊，这咋能没呢？没这不在这拴着呢吗？狗是在那儿呢，但是魂儿没了。魂呢？你们没想到，平时看起来一个个慈眉善目的，既然人心对一只如此娇小、如此可爱的小狗狗下毒手。就它还如此小巧，如此可爱吗？啥也别说，跟我回衙门走。走，回衙门。下毒是我提出来的，你命我跟你走。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？是我说的。事情到这一步，要打要打随便你。打！就免了吧，伤和气。罚，就怕你们赔不起。多少银子我掏。只要我掏得起。放心吧，我不要钱，我要的是人。六，我是无双的师兄，无双的师兄。我跟你说，我那儿缺一个捕快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明天我就跟娄志勤说去。哎，你又搞错小六，无双是个女孩子。对啊，可他会武功，有了他的点穴手，谁敢跟我叫板？不是，我是真心希望你来，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。这是个好机会，钱虽然挣的不多，但好歹是个铁饭碗啊！
捕快倒也不是不行啊。可我住哪儿啊？就住店里啊。是。单给你开一个房间，房租全免，另外每个月还给你补贴2000银子。喂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？条件是以后俺们的晚饭全由你负责。喂，我说这太过分了吧？去。只要你肯留下来，啥都好说。否则我没有办法跟石头交代了。无双。行，也就是说，你答应了。我答应了。不管无论以及哪怕发生任何事儿，你都不反悔了吧？你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了做捕快，就一定会把它做好了，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好，那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儿。你说吧。其实1、2、3根本就没死。啊？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暗中观察你们的动静，直到无双说要给狗下毒，我就知道机会来了，我就弄了包迷魂药，把狗给弄懵了，接着就过来找茬来了。好啥玩意儿你好？你小子现在还学会耍心眼了你？没办法，我找不着捕快，只好使这招。我师傅教给我的，本来想套老白的，结果把无双给套上了。现在醒了，这家挺能吃。来，这包子，来吃包子。哎，包子走了。我怎么能吃？这板这么一打呀，是别的咱不夸，夸一夸同福客这的包皮大包子。这包子好在哪儿？连狗都不吃它。它第一皮太厚啊，它第二味儿太差，外带搁上耗子药还是假冒伪劣大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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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